你肯定快忘了米利唐了。在新赛季开始前的1年半时间里，他其实只踢了15-16场比赛，超过一半场次时间不足20分钟。但是没有人敢苛责他什么，更不能说他是个高薪替补。毕竟这个巴西人可是连续2年先后撕裂自己左右十字韧带的顶级倒霉蛋。22到23年时，米利唐可真是春风得意，可右可中，善追会传，能抢能扛，是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宝贝疙瘩。与皇马拿到西甲欧冠，身价一度突破7000万欧，全球后卫排前5，贵的前锋可能有水的，但贵的后卫大都物超所值。卡塔尔世界杯，米利唐如愿晋升桑巴军团主力，某扑已经开始热烈讨论米利唐是不是世一位了。然而倒霉来得太快，像龙卷风，在全新的世界杯周期，或许是老天要惩罚米利唐场外不停的换女友，职业运动员最恐惧的 ACL 找了上来，而且还是2次。2023年8月西甲赛季首轮，米利唐撕裂自己的左膝前交叉韧带，这让他足足休养了260天。而2024年11月，这次他的右膝前交叉韧带完全断裂。虽然从俱乐部到球迷都不说，但大家非常清楚，26岁2次 ACL 大休意味着什么。即便没到原地退役的地步，但也很难对他抱有什么期待了。NBA 曾统计了经历过 ACL 球星复出后的表现，垂直弹跳平均少3到5公分，横向移动速度下降 15%， 还能重新打出巅峰数据和效率值的人数为0。而在2次遭遇 ACL 的足球运动员中，前西甲妖人门将阿森霍直接从马竞主力变成路人，前意大利国脚弗罗伦齐2次重伤后1场比赛没打过就直接退役，而年轻的维拉后卫迈尔斯索纳在22岁时遭遇第2次 ACL， 直接宣布退役。篮球运动员还能增加投射比例，米利唐踢的可是需要对抗的中卫。之后就是康复期常见的剧情，重伤之后的米利唐会回来踢个10分钟，然后再因为肌肉、腿筋或者术后肌腱炎再消失一段时间。对于球员最难的不是与伤病斗争，而是在康复过程中接受自己运动能力下滑的事实。然而在休赛期结束后，龙哥将信任票投给了2025年只出场了20分钟的米利唐。他说健康的巴西后卫是皇马这个夏天最重要的步枪。新赛季米利唐6场比赛5场踢满，球队全胜。而在和西班牙人的比赛中，巴西人打进一脚世界波，让你们2条腿还能进球。米利唐的内心应该无比强大，在完全无法预知重伤后的自己能恢复到什么水平，想想就绝望的康复过程中，他始终选择向目标坚定前行。无论你喜不喜欢他，是不是皇马球迷，都会觉得一个2次遭遇 ACL 还能站上西甲和欧冠赛场的人应该成功啊。